えて Hello， 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大川哈。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讲一下一部电影哈，就是宫崎骏最新的电影，叫做《你们该怎么活》哈。那么这部电影呢，在日本呢其实争议很大，然后呢，在日本呢是属于评论两极分化，说它好的人呢就喜欢的不得了，然后说它不好的人呢就很喜欢打一星哈。所以呢，我就在休息的时候找了一天呢，专门去看了这个《你们该怎么活》哈。那么日文原文呢叫做 Kimi tachi wa dou ikiru ka， 然后呢，我就来分享一下我对这部片的一些观后感。那么这部电影呢是宫崎骏82岁亲自导演出的一部作品呢。然后呢，这部作品呢有几个比较特殊的地方，第一个呢就是卡司阵容非常的豪华，木村拓哉、木村佳奈、菅田将晖，然后呢音乐是久石让，总之呢用了很多知名的人物啊，然后就是音乐大师外加这个演技派的演员，然后呢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呢又没有走漏一点点的风声哈，所以呢当他一开始在日本院线上映的时候呢，大家都不知道这个消息哈，然后呢宣发成本为零哈，就这部电影呢没有做任何的宣发，也没有花多少钱，我跑去电影院呢一开始呢就看到了一张海报。连就是说他那个小册宣传小册子都没有啊，所以呢第一次呢我就没去看，那时候我去看芭比了嘛。后来呢听我的同事说哈，这个电影现在在日本讨论度可高了，然后呢我才决定要去看这部电影。因为这部电影呢是零宣发，所以呢实际上它所有的票房呢就基本上都是净赚，所以呢它的票房收入呢其实呢在前5天已经超过了《千与千寻》。但是呢票房如此高的同时呢，有很多人进去看了之后呢表示看不懂啊。但是呢我个人跑去看了之后呢，我觉得这部电影就非常的宫崎骏哈。比如说我们就简单讲一下这部电影什么内容啊，就这部电影呢实际上呢是一个同名小说的同名电影，但是它这个东西呢和它那个小说是没有关系的。它那个小说就是你们该怎么活，就是在这个作品当中的那个主人公读到了这篇小说，读完了之后呢就噼里啪啦的掉眼泪啊，就只出现了这么一个画面啊，就导致了这部小说在日本呢都卖脱销，都已经是现在你要去买都买不到实体书，一定要买电子书。如果你要理解这部电影的话呢，你不理解那个同名小说的话呢，可能呢你还会有一些理解障碍。那么那个小说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讲一个年轻人哈，然后在2战的期间，然后呢他有个外叔父，然后有个外叔父呢就天天教他怎么样做人。那么这部电影呢实际上呢主旨和那个小说是一样的，但是呢它的表现手法呢就让你觉得有点难以理解啊。就这部电影呢其实就是讲男主人公的母亲在一次火灾当中呢被烧死了，然后呢他爸呢和他母亲的妹妹结婚了，然后他母亲的妹妹呢怀孕了，然后呢男主呢就跑到他后妈那边寄住，然后在他后妈那边呢有一个像图书馆一样的一个塔的一样的东西啊，西洋式的建筑啊，然后男主呢就一直觉得那边很奇怪，然后呢就想进去冒险啊。后来呢男主有一次呢因为自己打破头，然后就在自己家里面休养，有了机会终于可以到那个塔里面去冒险。塔里面呢见到了他死去的母亲，见到了他的大外叔公，见到了一个鹦鹉的世界，然后在这个鹦鹉的世界里面经历一大堆的冒险之后呢，他终于回到了现实，然后终于认同他的后妈，然后把他的后妈叫做妈，就这么一个故事哈。这个电影有几个地方呢会让人觉得比较的不太能够接受。首先就是他所有的在现实世界里面的人呢都有血缘关系，这种故事就有点像那个《红楼梦》，就是所有的人呢都有亲戚关系，但是呢就是有点乱。你在《红楼梦》里面，明明你好好的只想看一个爱情故事，结果你非要去想，林黛玉和贾宝玉到底是什么血缘关系啊？然后马上这个思绪就乱掉了，这是让很多人没办法接受的第一点啊。然后第二点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它里面的那些画面啊，就是有很多的那种衰败、衰老，就肉体最后破坏的那个时期的那种描写啊。所以呢，这部电影呢，我看完之后呢，我知道它为什么会受到批判，但是呢，就算是我知道了它会受批判的这些点之后呢，我还是觉得这部电影是我今年看的最好的电影。当然我今年也没看几部电影，但是我非常喜欢这部电影，因为我自己看完这部电影之后呢，出电影院的时候呢，我自己对自己说，新海诚算个什么东西所以当天我看完电影呢，就觉得看完了这部好电影，然后很想跟人分享啊。但是就是我同事也是去看了那个电影，但是我那个同事呢就说在电影院里面睡着了，然后就是节奏太慢了，然后呢也不知道感动的点在哪里，也不知道他想表达啥，然后最后花了那点电影票钱，然后在电影院里面睡了一半，然后呢我就觉得我没有办法跟他分享观影的那种快感啊。宫崎骏的电影啊，它和电视上放的东西呢是不一样的。其实我是第一次到大荧幕里面去看宫崎骏的电影，因为宫崎骏的电影呢，其实我都是看重播，都是在电视上看的。然后在电视上看的话呢，不管你荧幕多大呢，
呢，实际上它是没有办法传递吉卜力工作室或者是宫崎骏作品的一种魅力。也就是说，在大荧幕上看宫崎骏的电影会有什么区别呢？就是人家都说了哈，就是一个电影啊，它其实分帧数的。就比如说一般的电影是1秒钟24帧，然后有的电影呢是1秒钟30帧，然后呢有的电影呢甚至像李安拍过的那种试验性电影是1秒钟60帧，然后呢宫崎骏的电影呢实际上是反过来。实际上它不是1秒钟24帧，它是1秒钟18帧。你要知道，人类为什么会觉得1秒钟24帧的这个电影它会成为一种连续的画面，就是因为人对时间的感觉的极限就是1/24秒。你要放一个苍蝇在那里，苍蝇就觉得你人类看到的只是连续的画片，走马灯嘛，当中亮一下黑一下，亮一下黑一下，但是人类你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因为你的视觉的极限在那里，所以呢，所有的电影1秒24帧呢就已经足够了。但是呢，有些电影呢，它知道呢加帧数的话呢，会让你的脑子呢在不自觉的状态之下进入觉醒状态。所以你说为什么电影1秒钟24帧它就足够？为什么有些游戏它一定要1秒钟60帧？就因为它要刺激你的大脑，然后让你一直处于亢奋状态，然后继续玩这个游戏。那么宫崎骏他把这个帧数给它下降的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它很容易让你进入一种和缓的状态，就你脑子看这个东西的时候呢，永远是非常放松的状态。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呢，就跟你听古典音乐是一样的，它放在那个频率上面，然后呢，你脑子就很舒服。然后呢，在舒服的同时呢，你还进行这种美学盛宴，然后呢，你就会觉得，哎，这个电影看完之后，哎，不累，不费脑。然后也不紧张，也不刺激，但是呢，感觉得到了很好的休息，然后呢，又学到了一些哲理，然后又感觉到了一些艺术感。所以呢，这是宫崎骏的电影为什么一定要去大荧幕看的一个理由哈。所以呢，我很理解我那个同事为什么会看电影看着他就睡着了呢？就因为他以前习惯看的电影都是那种带觉醒状态的电影。这一方面呢，画面很刺激，帧数很高，有可能是1秒钟30帧，然后呢，一直不停的给你大脑这种过量的刺激，然后给你塞进去很多这种垃圾信息，然后呢，让你没有时间好好的分辨它当中的每一个地方的美妙的地方，然后吭哧吭哧就推着你跟着剧情一起跑，然后呢，你这样你才不会睡着。但是呢，你如果看宫崎骏的电影睡着的话，那说明宫崎骏的电影拍的是对的呀，因为他一开始就是让你放松着去看的。然后呢，因为它这个是1秒钟18帧，所以呢，对一些就是感应度比较高的人来讲呢，实际上他有的时候是能感觉到这个是一个画片的连续，而不是一个电影。也就是说，我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会出戏，我会突然开始单独的欣赏它当中的一帧画面。所以呢，其他人的电影呢，你看着那叫电影；宫崎骏的电影呢，你看起来那叫动画。当然了，这完全有可能是我的错觉，你们自己看可能没有这种感觉。所以呢，对我来讲，就是在一个非常放松的状态之下，然后呢，看了一个2个小时的电影，然后呢，这个2个小时的电影每1秒钟呢都是18张名画，然后加在一起呢，就等于让我看了1万多张画的一个画展啊。所以呢，那当然是感动了。我就问你，你去哪个美术展览能看到1万多张画？你是不是应该说值回票价了？因为值回了票价之后呢，你对这个电影的评价呢就不会太低。所以呢，这是我看这部电影的第一个观感，那就是美轮美奂，值回票价。第二个观感是什么？就是他这部电影呢和宫崎骏一直以来的电影呢，其实呢都是一脉相承，他讲的都是同一个东西。有很多人说，哎呀，什么宫崎骏以前的这个手法啊，以前的这个东西，你按照他以前的作品去解读啊，这个电影就没办法解读之类的，这个东西我就不明白。我个人就觉得这就是宫崎骏一直想要表达的一个东西。我给宫崎骏他人生当中所做过的10几部这个动画长片，然后我给他4句话的总结。第一个呢叫做人与兽的分歧点，第二个叫做线与幻的境界线，第三个是拼了命的想要飞，第四个是忍不住的想要吃。这4点呢，就是贯穿宫崎骏的所有作品的很重要的一个关键。你比如说，什么叫做人与兽的分歧点？就像这部电影《你们该怎么活着》里面，其实那个男主人公啊，那个小男孩一开始的时候呢，在第一幕的时候呢，他爬楼梯的时候呢，就有点像动物啊，他那个动作呢就不像个人。但是呢，他爬完楼梯之后呢，他明明是很着急的，他妈就要快被烧死了，他还在那里把他的学生服穿得工工整整，然后再出门。然后你不觉得这个东西就很荒谬啊？但是这就是宫崎骏一直想表述的一个点嘛，就是你人再怎么样高尚，他也是个动物啊。
你不能够忽视人的最基本的欲望，然后你去讲什么高尚的理想。然后呢，什么叫做现与幻的分界线呢？就宫崎骏的很多作品都是说，哎呀，一家人跑到了什么乡下去，一家人离开了大都市，然后突然之间就进入了一个幻境，什么龙猫啊、千与千寻，它这个东西和新海诚的这个你的名字呢，其实有点类似，就是所谓的城乡二元论的一个东西，就是你每一个在城市里面的人呢，都想要逃到农村去，过着舒服的躺平生活，但同时呢，你想是这么想，你这个人呢，还是留在城市里面。也就是所有在城市里面人受到的压力啊，他们排解的唯一办法是什么？就是让自己回到原始，不单是人性上面从人回到兽。同时呢，生活环境呢要从城市回到农村，它只有这样的逃离呢，才会让人真正摆脱这个压力的枷锁哈。所以它一般都是通过这种城乡二元论作为一个导入，然后告诉你下面开始的呢就是他的幻想世界，而且大部分幻想世界结束之后呢，宫崎骏都会告诉你这个人又要回到城市里面去。所以呢，这叫做现与幻的境界线，分明的告诉你这部电影是个假的，但是呢，你需要这种假的东西。然后呢，什么叫做拼了命的想要飞？像《红猪飞行员》里面说的，不会飞的猪它就不是猪。宫崎骏一直都想要飞，他所有的作品里面呢都有飞机，然后呢都有那种未来科幻的东西。你比如说什么《魔女宅急便》最典型的，就里面有个小男孩搞了个自行车，他想把它飞上去。然后什么风之谷、天空之城，然后呢，在这部电影里面呢，就他那个男主人公他爸呢是坐飞机的，然后呢他会往他们家里面搬那个飞机的那些零件啊，就上面那个玻璃窗，这个东西呢其实就是宫崎骏的一个私货，就是他人生当中就觉得飞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你人在幼年时期做梦的时候，不是会经常梦到自己在天上飞吗？然后呢，宫崎骏对这个东西呢就特别的执着，他就非常想在电影里面表现出来这种飞的意象。同时呢，忍不住的想要吃，它和拼了命的想要飞呢，其实是一对的啊。你像红猪飞行员，不会飞的猪它就不叫猪，那你为什么非要做猪呢？就宫崎骏很喜欢自嘲自己是个猪啊，就自己很喜欢吃，然后呢，对性啊、什么吃啊这些人的最基本的欲求呢，他都不避讳。你像在这个电影里面，你们该怎么活里面呢？宫崎骏他专门搞了一个面包，然后呢往上面涂那个黄油，然后涂了那个叫做果酱，真的就是你在电影里面看到那个东西啊，你就想流口水，就看起来是这么的好吃。然后呢，你知道吗？我看完宫崎骏的电影，连续吃了2天回转寿司啊，就是回转寿司是属于比较贵的，平时不怎么舍得吃啊，就是看了他那个电影觉得，哎呀，不吃点好的真对不起自己啊，人生当中怎么可以放弃这么多的美味呢？所以呢，把这4点综合起来，就宫崎骏一直想讲一个就是普通人如何追求文艺梦想的一个主旨啊。宫崎骏的很多作品啊，在早期的时候呢，都喜欢把人物画成这个作品的主角哈，他那个人物能够影响这个世界的兴衰。但是你像什么魔女宅急便呐、什么红猪飞行员呐、千与千寻呐、龙猫啊，还有包括这个你们该怎么活这种电影呢，他那个主人公呢，实际上只是个旁观者，然后呢，他们也没有办法改变这个社会，然后呢，他们只能任由这个社会推着他们自己往前走。像这个你们该怎么活里面呢，到最后呢，那个主人公其实是拒绝了他的大外叔公，然后呢，他就眼睁睁看着这个世界就毁灭掉了，那个幻想世界就消失了嘛。所以宫崎骏的所有作品一直以来都有一种谦卑的姿势，就是不管我做出多好的艺术作品，我都还是一个普通人，我还要吃喝拉撒睡，我还有这种基本欲求，我还是一头猪，不是说我给猪画上翅膀它就会变成天马。所以呢，直到82岁的时候，他拍的东西的主旨呢都还是一样，就是普通人怎么样通过努力一步一步成为动画巨匠。它里面有个青鹿特别的有意思，然后做了一个悖论嘛，就是所有的青鹿都是在说谎的，这句话是真还是假？实际上我们以前做盖德尔的那个视频里面我们讲过这个东西，这个叫做自我延期的悖论。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宫崎骏比新海诚的水平要高一截的问题，就是你要知道，所有的文艺作品呢，它都是假的，它都是幻象，它都是幻觉。尤其这种动画，它画的那么漂亮，然后你认为那是真实的吗？你去电影院里面买票，你看的是幻觉啊，你又不是看纪录片，对不对？但是新海诚他实际上不会站在那么近界限的地方评论自己的作品，但是宫崎骏呢，他就一直告诉你，就是我这个东西它不是真的。也就是说，真正好的电影呢，它不是纯幻象的，然后呢，它又不能纯现实，所以真正好的电影，它本身就是一定要站在现实与幻觉之间，在不停的给你展现幻觉的时候，告诉你这是真实，这才叫最高的这个艺术手段。你像新海诚的作品呢，到最后他所有的人物呢都是主人公，然后他所有的人物呢都能改变历史，都能改变世界，然后呢都因为他们的爱情都能够影响到全人类。
啊，这种东西就幻觉到了极限，就是恋爱脑到极致才会写出这种东西。所以呢，这些东西加在一起呢，就叫做原汁原味的宫崎骏的味道啊。然后呢，在这个作品里面，让人觉得比较恶心的，就是新加进去的宫崎骏的一些想法是什么呢？就是生与死。就他这一部作品里面，真的就讲了生与死的挣扎与矛盾，就是因为宫崎骏他在82岁出的这个电影啊，就他个人本身都不知道这个电影出完的时候自己活着还是死了，所以他在这个电影里面那个大外叔公，我推一下这个积木，让他重新恢复平衡，然后呢就能让这个世界多存在一天，是不是太徒劳了？这就是宫崎骏跟你讲的嘛，就是我现在画画。然后我现在还在帮他们做这个分镜剧本，我每天还在努力的艺术创作，但是我也不知道这个艺术创作还能持续多少年，它甚至不能用年来算，它就是一天一天的往上算。所以呢，在这个生与死的挣扎之间呢，宫崎骏其实想传递你的就是说人最本性的一些欲望，他让观众去思考了一个他最不愿意去想的问题，就是死的问题。就是到82岁的时候，你再回过头去想，经历那么多挫折失败，还是你的家人最可靠。所以呢，到最后他那个外叔公就说，我这个世界呢，想交给我自己的一个血缘者，然后让他来继承，都不是一个政治正确的东西，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民主自由啊，还有包括就是什么政治设计啊，都尽量要排除血缘者，因为说这样会造成腐败。这种东西叫做高尚的政治理想，你一个人的本性你能做到吗？啊，你拜登你儿子如果贪腐的话，你拜登能把他抓出来吗？你能大义灭亲吗？宫崎骏讲的就是这个社会的现实，所以呢，我宁愿相信他整个作品呢，其实到最后呢，就是想表示一个82岁老人的一个肺腑之言。所以呢，正因为宫崎骏前面4点已经写得很清楚了，就是人与兽的分歧点、线与幻的警戒线、拼了命的想要飞，忍不住的想要吃，只有在这4点矛盾呈现给你，并且成立的情况之下，他才可以跟你再讲一个生与死的抉择，还有包括就是血缘者与非血缘者之间的差别。你可以假设自己的政治是完全没有腐败的，这符合人的本性吗？你不要觉得你自己真的就成了神，你不要忘记了你只是一只拼了命的想要飞的猪而已。这就是我对宫崎骏这部作品最高评价的一点，就是他终于在一个幻想世界里面再一次重申了人类的基本欲求。他最终呢还是想跟你传递一个叫做人性真实的预言啊。所以呢，如果你觉得这个东西有点恶心的话呢，很有可能呢就是你觉得人性比较恶心，这就是我能想出来的理由啊。好吧，那么今天我们这个视频就做到这里，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拜拜。